大家好，我是牛奶。星界之战的3天后，星陨阁对冥河盟展开了全面的报复。秉承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由萧炎以及药老2位斗圣强者所率领的队伍，率先攻上了冥河盟的总部，也就是天冥宗的总部宗门所在。随手一掌拍死天冥宗的宗主之后，完成斩首行动的萧炎2人又领着队伍找上了风雷阁。最终，曾经高不可攀的雷尊者在试图使用3000雷动逃离的路上，被萧炎捏成了肉酱。继风雷阁之后，就是冰河谷。星陨阁的复仇持续了整整将近10天，这期间起码有着不下20个宗派在星陨阁的大军之下灰飞烟灭。清理完该清理的势力之后，星陨阁就收手了，毕竟过犹不及。在星陨阁疯狂报复的这些日子里，魂殿却是相当的平静。不过萧炎却并未因此而放松，因为他清楚魂殿就像是那蛰伏的毒蛇，随时准备着给予星陨阁真正的致命一击。因此在肃清了冥河盟势力之后，萧炎派遣了3批人出去，一批负责前往韩家。自从萧炎上次离开韩家之后，韩家就一直被风雷阁打压，如今家族的势力已经缩小了90%之多，只能沦为那天北城的2流家族。想到初到中州时曾救过他的韩雪，以及在迦南学院时被他坑过的韩月，萧炎决定送韩家一场机缘。毕竟这北域新一代风雷阁的位置尚有空缺。萧炎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是，韩家那一双差点成为他侍妾的姊妹花，在得知他不会前来的消息时有多么的落寞。另外2批人则分别去了花宗以及焚炎谷。花宗在接收到萧炎的联盟提议之后，立马就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一番议论与争执，他们决定加入联盟。主要原因有2，其一是花宗的发展已经停滞多年，若是真的能够形成联盟，那花宗的地位以及声望都将会有所提升。若是他们能再同萧炎闯出点什么，再加上萧炎与云韵之间的关系，花宗的声望无疑将会达到最顶峰。其2就涉及到一些往日秘辛了，那就是花宗的2位太上长老之中的大姐似乎是爱慕药老，曾经还不惜为了药老顶撞师父。至于焚炎谷这边呢，那火云老祖的脾气果然如同药老所说的一样古怪。在知道萧炎的联盟邀请之后，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只不过过了一会儿后，他又有其他想法了，觉得只要萧炎长得帅，能娶了火儿，他就同意联盟。这话一说出，惹得唐火儿一阵羞恼，躲到一旁去就不理他了。唐振生怕自家老祖过一会儿又冒出其他的想法，连忙出声表示，萧炎说了，只要答应联盟，就会帮忙解决老祖体内的隐患。老祖闻言挑了挑眉，之后随口问了一句，那要是不答应呢？不答应他也会出手帮您老人家驱逐体内隐患。唐振回答道。火云老祖闻言直接就笑了，随后啃了一口随手拿来的果子，淡淡的道，这个小子还不错，要是没有后面的这句话，联盟的事儿没戏。萧炎在知道花宗与焚炎谷都答应联盟之后，兴奋极了，当下就决定同药老一起前往丹塔，争取尽早说服丹塔加入联盟。至于彩铃、小医仙等人则负责留下来镇守星陨阁。丹塔之内，药老同玄空子、天雷子以及玄一一阵商业互捧之后，就说明了来意。玄空子3人听完都是狠狠地皱起了眉头，表示大长老院那些老古董们很难搞，要是老祖在的话就好了，毕竟他有最终话语权。那老家伙又失踪了？药老闻言愣了一下，早就失踪了，已经好多年都没有他的音讯了。如果不是灵魂玉简依旧完好无损的话，我们都以为他是否遭遇到什么不测了。玄一道，老祖那是什么？一旁的萧炎没忍住好奇问道。玄空子闻言迟疑了一下后，决定还是告诉萧炎，他们所说的老祖其实就是丹塔的创始人之一。此次联盟若是有他点头，丹塔之内就没有人敢说什么。只是这位老祖很喜欢游戏人间，最爱寻找尚且还在母体之内的死胎转生，然后成为一个平凡的婴儿，诞生、成长，并且以另一种身份生活一辈子，直到那具身体最后彻底死亡，他才会离去。萧炎闻言简直目瞪口呆，干笑着表示，这位老祖真是个很独特的人。玄空子闻言却是摇了摇头，表示老祖他不是人，他的本体是一枚丹药。什么？萧炎觉得自己头皮都要炸了。
难道这老祖就是传说中的地品丹药？那当然不是的啦。在玄空子的讲述之中，萧炎才知道这位老祖其实是变异的九品玄丹，或许用分身来形容会更为贴切。炼制老祖的前辈在丹成之时身死，他的一丝神智却是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融入了那刚才炼制出来的九品玄丹之中。那变异了的丹药化为人形之后就是老祖啦。在心里默默地感慨这位丹塔老祖的来头居然如此离奇之后，萧炎想起了正事儿，那就是这位老祖神龙见首不见尾，自己的联盟大业又该怎么办呢？问题又回到了大长老院内的那些个难搞的老古董们。丹塔规定，老祖不在时，丹塔的大事需要依靠小丹塔的大长老院来投票决定。大长老院共有10席，玄空子3人只占其3，更不要说其余7个老家伙的资历可比玄空子3人老多了。而在那大长老院中，只要有1票之差，那最终的结果便是板上钉钉。萧炎的心里一片沉重，当真是没有办法了吗？玄空子沉默了一阵后，突然出声表示，其实也不是全然没有希望。余下的7位长老之中，有着2位都与魂殿有极大的仇怨，如果能够说服他们2人的话，我们的票数便是会达到5票，进而与其他的那些老家伙持平。玄空子的话瞬间就给萧炎他们注入了希望，5票对5票的话，胜算还是不小的嘛。此话当真？药老眼眸亮晶晶的道，倒是不敢确定，但至少得试一试。你与萧炎要不随我们一同去一趟小丹塔啊？这件事若是报上去，必然会让那些老家伙有所震动的。玄空子笑道。药老闻言迟疑了一下后，点头同意了，随后看向萧炎，药老道，小丹塔中所汇聚的几乎都是曾经在中州上拥有着极响名气的炼药宗师，你索性也是能够去开开眼界。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